欢迎关注真观点，我是珍飞。跟你们说啊，我突然有一个感受，川普总统啊，极有可能正在下着一盘大棋呢，是一个将计就计的复杂的钓鱼行动。如果我们从宏观上来看，把今天的大选已经发生的事情一个一个的串起来，再结合这4年任期川普总统独特的风格的话呢，这可能性呢其实非常的大。不信呢，今天看下去，看看你啊会不会跟我一样这么觉得。那我们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提醒您，别忘了订阅哦，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并且呢，顺便给我点个赞吧。我们先分几条主线来梳理。第一条啊，就是 Cyto 服务器被截获的事情。这件事情的始末其实非常的蹊跷。11月9号，川普总统先是闪电般的解雇了时任国防部长 Esper， 改任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米勒作为代理国防部长。在4天之后，11月13号，共和党的国会议员高莫特突然透露美军突袭德国法兰克福的 Cyto 服务器。随后，前中情局特工曝光偷袭的服务器所在地啊，其实是隶属 CIA 中情局。11月18号，米勒宣布，所有的特种部队以及情报单位都要直接向他汇报，避开原来的渠道。I'm here today to announce that I directed the Special Operations civilian leadership to report directly to me instead of through the current bureaucratic channels. 过了一天呢，鲍威尔律师证实了美军成功的截获了服务器。25号，川普又特赦了迈克尔·弗林将军。3天之后，弗林将军和麦金纳尼将军一起接受采访，爆出川普总统派遣的美军特种部队突袭了 CIA 在德国的一家地下设施，缴获了存储大选数据的服务器。期间，美军与 CIA 激烈的交火中，5名特种兵和1名 CIA 的准军事人员阵亡。下流媒体说，中情局人员在索马里被杀，5名美军人士被解释为死于埃及的直升机坠毁。尽管如此，国防部还是拿到了服务器。现在服务器已经被移交给了川普的秘密情报组，这个小组已经在此由赦免后的弗林将军来领导。与此同时，在巴塞罗那和多伦多的服务器都一并被缴获了。所有的服务器目前都已经安全地掌控在了米勒的国防部手中。这一系列事情发生的非常的紧凑，从几位大人物的身份来看啊，真实性非常之高。但是，一天发几十条推文的川普总统完全没提这事儿。为什么川普总统却没有拿到一张大牌之后的兴高采烈呢？掌握了服务器，不就是所有的作弊证据都在手上了吗？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的让朱利安尼到处打官司，还时不时的要经历一些挫败？不仅川普总统啊，您发现没有，中情局对这事儿呢也是静悄悄的，美军啊也一样静悄悄，安静的令人觉得很反常啊，以至于现在呢，我们都好像有点忘记了服务器被截获这档子事了，好像还有点怀疑麦金纳尼将军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们先记住这条线，再来讲第2条主线。第2个问题呢，就是选票上的水印问题。我们之前特别出了一期节目专门讲水印，当时是根据很多情报界的大佬的暗示，推测水印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后来确实证实了，在鲍威尔律师对乔州的诉讼中亮出了水印的证据。真正的水印啊是透明的，不是灰色的。那么如果真的有水印，那些以假乱真的假选票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被查出来了吗？做假票的证物不也就有了吗？早在大选之前6月啊，川普总统和巴尔都曾经说过，其他国家啊很可能会印制成千上万张假选票。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难监控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2位在大选前就抛出这样的质疑，一种可能性是川普只是喊喊口号，把这个问题给提出来，希望引起公众的关注。另外一种呢，就是川普确实有如此担忧，那么他会不会提前谋划，埋下水印的杀手锏，待到合适时把作弊之人一网打尽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先抛出来，我们再来讲下一条主线。这一个就是关于网络安全战。林伍德律师上个星期啊，首次曝光了鲍威尔律师经常提到的大海怪，其实指的是美国国防部的网络战计划圣雷达。通过跟踪入侵各种系统来获取深层政府的邪恶活动和犯罪的证据。有趣的是，早在8月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就透露了，
与中共有关的黑客在大选之前就一直在网络攻击美国选举基础设施和网站。黑客试图入侵各州负责管理选举的州务卿的办公室网站，以及收集美国人的数据。那么，竟然圣雷达网络战计划已经有了，到底有多少舞弊的证据已经被搜集到了呢？这3条分支线的共同点是什么？就是似乎川普总统总是走在前面，无论是在口头上，比如说在大选之前多次很肯定的质疑民主党会用邮寄选票来作弊，还是在行动上，比如拿到服务器之前闪电般的炒掉了 ESPA 任命米勒，在夺取服务器的行动中还炒了一大批国防部的高官呢。还有在大选前，白宫就已经发现了有中共黑客攻击选举相关的网站。作为3军统帅的川普总统会不知道这些事情吗？他肯定知道。那问题就是他会不会做些准备了？这里呢就有2种情况，一种是他不会，可能川普总统会轻敌，觉得深层政府的沼泽不至于这么坏吧。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很小。别忘了，从他上任开始，可是足足经历了4年的通俄调查他应该是非常清楚他在和哪些人打交道，对手到底有多么的邪恶。甚至他在4年前在一次演讲中就早已提到了沼泽。Our movement is about replacing a failed and corrupt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with a new government controlled by you,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and the financial and media corporations that fund it exist for only one reason: to protect and enrich itself. 更别说他之后还亲身经历了那些打压呢。这样一来，就只剩另外一种可能性了，就是川普提前预知，而且做了准备。可是，如果川普总统真的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为什么我们好像看不出什么苗头啊？川普明明在认认真真的打官司时不时的遭到挫败，前景似乎非常的不明朗。因为我们喜欢的川普总统呢，实在是不按套路出牌，他的行事风格也真的是让人不得不服。川普的白宫团队从外部看，川普好像是没有任何的掌控力，非常的混乱。川普的命令好像下面的人从来都不听，自己干自己的。但是我们想一想，这可能吗？川普在成为总统之前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虽然可能不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那么成功，但是可以肯定也算得上是 top 1%。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管理不了手下的人，我觉得不太可能。 He hasn't been successful just in one domain. He's been successful in multiple complex domains, each of which were quite difficult. It's very difficult to be a reality TV star that's successful, right? It's very difficult to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and especially on large projects. And I know he's had his economic ups and downs, but he stayed in the game for a long time. Very stressful. He's very stress resistant. So he's no dummy. 那为啥看起来是真混乱有没有可能川普是故意在给外部展现出一种混乱的表象，转移媒体和其他不必要的注意力，但实际上很多事情都在背后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呢？看几个例子可能就有些感觉。川普上任的第1年朝鲜的核试验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当时川普对此的口气呢也是丝毫不含糊。比如在2017年，川普说朝鲜最好不要继续威胁美国，否则呢他们就会面临全世界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愤怒和火焰。 North Korea best not make any more threat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will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之后的几个月川普的口气不但没降，反而更强，甚至在他第1次联合国的演讲中，还给金正恩取了一个火箭人的外号。 Rocket Man is on a suicide mission for himself and for his regime. 在川普随后的推文里，他经常用这个外号来称呼金正恩。那一段时间主流媒体的反应当然是继续疯狂的攻击川普了，说他这样的行为简直会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可是有趣的是呢，实际上在背后，当时还是中情局局长的蓬佩奥早已经秘密地与朝鲜取得了联系。在2018年的3月，川普宣布要和金正恩会面，突然间全世界人都没料想到事情居然会出现这样的转变。还有一个事儿，如果经常关注非主流新闻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一个代号为 Q 的神秘人。
Q 的贴文中提到过一个词 Trust Session。Session 是指的 Jeff Session， 川普的第一任司法部长。当时 FBI 调查通俄门的时候， Session 因为和俄罗斯大使见过一次面，为了表示出公正，他表示自己呢不会介入司法部的任何关于通俄门的调查。正是因为这件事川普在推特上大肆攻击 Session， 说如果知道 Session 会这么做，绝对不让他做司法部长了。而且后来在 Session 的任职期间呢，川普总统一直都是在对他攻击，直到 Session 在2018年的11月辞职。这件事情呢，显然也没有表面那么简单。有意思的是，司法部长 Session 是川普任命的，总统是有绝对的权利，想炒谁就炒谁的。不过虽然川普一边在骂着 Session， 但是一边呢还让他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干着活。会不会川普的推文只是为了给媒体演戏的呢？还是为了让 Session 能够在不被聚光灯照着的情况下做该做的事呢？为什么会这样问？是因为 Session 在司法部确实有做过2件好事。一个是把几乎所有参与 Mid-Year Investigation 的人都给炒了，因为炒鱿鱼是一定需要司法部长签字的。Mid-Year Investigation 就是 FBI 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调查的负责人时任 FBI 局长科米在调查完之前就已经开始写希拉里的脱罪声明了。所以这个调查呢，实际上是深层政府或者说叫华府的既得利益团体，为的不是调查，而是 cover up。所以 Session 把那些人都给炒了，做了一项大工程，就好像是司法部把房子给打扫干净。除了这一件事情呢，在 Session 担任司法部期间 sealed indictment 的数量也是直线上升。如果看过我们几个月之前的节目呢，可能还记得这个 sealed indictment 就是密封的起诉书。这种密封的起诉书针对的是组织犯罪行为，因为一个起诉书可以起诉多个人。那密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嫌疑人提前听到风声，从而逃跑或者是销毁证据。在起诉书解封的时候，警察就会一起同时行动，把整个组织一网打尽。这和一般的起诉流程是完全相反的。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一些密封的起诉书上到底起诉的是谁，但是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大人物的名字呢？这2件事情发生在川普总统对 Session 的指责下，有点意味深长。难怪 Q 说 Trust Session， 相信 Session。大家对 Q 感兴趣吗？留言告诉我，我们以后会讲到，所以一定要记得订阅，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避免错过所有的精彩内容。那曾经的这2个故事好像让我们更加琢磨不透川普总统眼下到底是个什么策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提到川普总统现在的明暗2条线。明线大家都看得到，就是走正常的司法程序，不断的举证，人们不断的参与，让民主党、共和党所有美国人的眼光都关注今年选举中大规模发生的选举欺诈的证据。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各级政府的腐败以及黑暗面，激发人们对美国民主的维护。这样的话，明线的最终结果就是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做出公正判决的可能性呢比较高。这是对美国来讲最好的选择，也是最兵不血刃的方法。川普总统会胜，大局已定，随后再来追究拜登一伙的叛国罪。那么暗线是什么呢？就像福林将军说的，这是一场政变。这场政变呢，始于2016年。而现在看拜登所在的深层政府，不仅仅是政变，实际上已经是叛国行动了。所以如果这是一场叛国行动，川普表面上对服务器静悄悄，军队中情局也静悄悄，或许是双方在暗处紧张的对峙，这样川普的举动是不是就更能够看得清楚？对敌人而言，首先就是要乱其心智。我们都看得见川普在一步一步认认真真的打官司，他的对手呢也看得见。他们可能会想，打官司我才不怕呢，我早已经把州长这些法官甚至都给搞定了，看你怎么打。这样一方面拜登一伙不会狗急跳墙，另外一方面川普到底有没有王牌，是不是也迷惑了对手嘛？对于川普来说，他的暗线呢更多是在防守，因为他不希望这个国家乱。而这一条暗线最近也在日趋明朗，一个是川普总统18年颁布的行政令，不仅赋予了总统在发现外国干预选举之后，可以立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家情报局需要在大选结束后的45天内对外国干预进行评估，这些评估报告呢都要交给总统的。
如果这些官员不执行总统的行政令，那么就会面临被解雇。这样看来，情报局局长的命运似乎很悬呐。对于查出来的外国势力干预，这个行政令也要求，无论是所有间接、直接或者只是技术、财务支持的公司或个人，全部在美国的财产都会被冻结，不能有任何其他的处理方法。根据这一点的话，如果证实拜登参与了选举舞弊，他的过渡团队如果接受了联邦总务署的拨款，那么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可以被认为是同谋，被这个行政令一锅端。怪不得现在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可是到现在都没有辞去参议员的职务呢。他不相信拜登这样看来，2年前颁的这个行政令是不是完美的为今天服务了？而且在今年8月份大选前，国务院曾经宣布悬赏1000万美元，奖励给那些能够提供外国干预大选信息的人。这是不是看起来也一点都不像巧合除了这一点，最近麦金纳尼将军、弗林将军还有林伍德律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请川普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暂时终止美国宪法，宣布戒严。这代表什么呢？1807年出台的戒严法也叫做反叛乱法。如果美国出现内乱、叛乱或者宪法维护的权利没法执行的时候，比如说选举公正了，戒严法就可以授权总统在境内部署军队和国民警卫队，平息叛乱。除了这一点，川普总统还有一个权利，就是在国家出现混乱或者是重大危机的时候，可以宣布军管。在军管之下，总统的权力非常之大，可以剥夺任何宪法保护下的权利，无论是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以及集会自由都可以剥夺。而且军队可以在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逮捕民众，不仅总统、国会和州长其实都有权利宣布进入军管。美国最近的一次军管是在1961年的平权运动下，黑人乘坐跨州巴士前往种族隔离现象严重的美国南部。当时3K 党以及白人至上的团体对他们暴力相向，这就使得阿拉巴马州长不得不宣布军管来保护这些黑人团体。在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总统也宣布过军管，当时是在马里兰州，有不少支持北方军队，林肯就抓捕了几千名反对南方、支持北方的人，因为当时从美国的角度，这些人已经算作叛军了，其中呢还包括国会的议员。现在看来，如果未来真的有可能出现戒严，那么现在川普正儿八经的打官司，告诉美国民众选举欺诈，呼吁民众参与举报，不就是个最好的前戏吗？因为戒严呢需要一个理由吧，需要美国人民知情，突然戒严是不太可能的，美国人会怎么想但是至于川普总统会不会真的采用将军们的建议宣布戒严呢？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川普总统和弗林将军的关系可是很好的。弗林将军要是建议川普总统，不至于在媒体上公开喊话吧？这反而呢像是给大家看的，给坏人看的，就像服务器是鲍威尔律师证实的一样。川普总统身边可信度非常高的人放风声，我觉得是川普总统在给坏人们机会，给他们反水做污点证人的机会，否则戒严令真的开始，深层政府的坏人再也无处可遁了。还是那句话，自古邪不胜正，川普总统到底什么时候会抛出最后的王牌？戒严令到底会不会出现？大选将会走向什么方向？时间会证明我们今天到底讲的对不对。所以呢，记得订阅真观点哦。我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等着看。好啦，感谢您观看今天的真观点，我是珍妃，我们很快再会了。